上期说到，红衣怨灵跨时空索命，749局除夕夜突袭凶案现场，张默阴阳眼窥破冤魂怨气。当所有人手机同时收到神秘短信，游戏刚开始，这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聆听。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张默已经从车上跳了下来，朝张队长走去。我一看他有些不对劲儿，也下车跟了上去。只见张默趴在车窗前，正对着张队长说道：“张队长，受害者车子的钥匙你有没有？”“有倒是有啊，事发的时候那个车钥匙就在受害人手上，因此现在是作为现场证物被我保管的。怎么，你有什么事吗？能不能让我们检查一下那辆车呀？”张队长脸上露出不解。案子是受害人下车后才发生的，你要检查车干嘛呢？这个我现在没法解释，拜托了。我虽然也对张默的要求感到云里雾里，但我知道张默既然会这么说，一定有他的理由。于是我便也在一旁帮他恳求张队长。张队长见状，虽然一脸不解，但终究还是没好意思拒绝我们的请求。从警车的手套箱里翻了翻，拿出了一把车钥匙道：“算你们运气好啊，我怕受害人会索要车钥匙，就一直带在身上。”接过钥匙之后，张默立刻便跑到了跑车边上，打开车门钻了进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的样子。我在他背后看不清楚，便绕到另一边，打开车门也钻了进去。“张默，你到底在找什么呀？”张默一边检查着车内的座椅，一边对我说：“我感觉到了一股怨气。”“怨气？你是说这里也有布娃娃？”“不知道啊。”张默抬起头对我说：“但是我能感觉到这车里的怨气比之前那2个布娃娃要强烈的多呀。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我还不能确定，但现在这种感觉却十分强烈。没错，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吸收了原本应该自然消散的怨气。”我有些听不懂。吸收了怨气？怨气也能被吸收吗？不，这种情况不常见。一般情况下，冤魂的怨气在离开本体的时候并不能保持长久，就好像那2个布娃娃，他们身上的怨气就已经比前几天减弱了许多了。如果不是我们来得及时啊，恐怕再过几天就连我都感觉不到了。但是在有一种情况下，冤魂的怨气不但不会消散，反而会凝聚起来。我忙追问是什么情况。张默解释说，如果在冤魂的周围有什么他生前极其宝贵的东西的话，那他的怨气就可能会依附在这样东西上面。不过他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我的疑惑就更多了。可这辆车不是受害者的吗？他又没死，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冤魂呢？张默盯着我说道：“不一定是受害者的，也有可能是那个红衣女人的呢。”我忙摇头，可她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受害者的车上呢？而且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嫌疑人是冤魂吧？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说。现在先帮我把那东西找到吧。我一想也是，便一起和他在车上搜了起来。受害人的宝马车是一辆双座敞篷，内部的空间并不大。我并不知道张默想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只能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拿给他，让他自己来辨认。看到张默在搜索驾驶座，我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副驾驶座前的手套箱里，里面放着一本驾照和一些零散的小东西。看到驾照，我想起自己好像还没见过受害者长什么样子，便拿起来随便翻了翻，发现这个受害者长得还真是漂亮。虽然只是一张证件照，但看起来却和女明星似的。一想到这样的美女竟然被咬掉了一只耳朵，我都替她感到有些可惜了。恐怕这位女孩日后照镜子的时候都会想起耳朵被咬掉的恐惧吧。与之伴随的恐怕还有一生都无法忘却的心理阴影。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准备把驾照放回去时，手上却一滑，让驾照掉在地上。我忙弯下腰去捡驾照，却在脚下的脚垫旁看到了一个东西闪了一下。等等，那是什么？我翻开脚垫，看到了一个很可疑的东西，一根银色的项链。这根项链原本有大部分被脚垫给盖住了，只在脚垫的边缘露出了依稀可见的一个小角。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发现脚垫下竟然会有这么一个东西，难怪我之前会没有注意到。就在我拿起项链的同时，
一旁的张默突然停止了动作，瞪大着眼睛看着我手里的项链，随后指着他说：“是他，就是这个东西。”听到张默的话，我立刻举起了项链，看了一眼后问道：“这个就是你说的吸收了怨气的东西啊？”“就是它。”张默重重地点了点头。我能感觉到这上面附着着一股很浓重的怨气。错不了。奇怪了，按照张默刚才的解释，一个鬼魂的怨气只可能依附在他生前所看重的东西上，可这个项链却是在受害者的车子上找到的。难道说……想到这儿，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假设这次的事件真的是鬼魂所为的话，那会不会引发这起事件的鬼魂其实是这辆车主人认识的某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鬼魂因为某种原因，为了报复而袭击了受害者。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停留了不到3秒钟，就被随之而来的疑惑所取代。如果这一次仅仅只有这么一起袭击事件的话，或许还可以这么解释，但如果把4起案件放在一起，就有些牵强了。连续4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是被同一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攻击了，这究竟是一出无差别的袭击事件，还是几位受害者之间另有联系？对于后一种可能性，杭湖当地的警察自然不可能刻意忽视掉。事实上，他们已经在最初的调查中确认过4位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但最后调查的结果却显示，这4位受害者之间别说联系了，互相之间甚至就连对方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该死的！我挠了挠头发，这次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我们越是调查，眼前的谜团就越来越多呢？带着那条在宝马车里找到的项链，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车上。对于如何处置这条项链，我们的意见有些无法统一。三胖似乎是因为对这条据说可能是死人遗物的项链有些忌讳，嘴里一直嚷嚷着让张默把项链交给张队长，让他去调查下这条项链的来历。张默却觉得，虽然他还不能肯定项链与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有关，但既然他能在项链中感觉到强烈的怨气，那他跟这次的案子一定有着极大的联系。他建议今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由他来施一次法，看看这条项链的怨气到底来自哪里。这都可以吗？听到张默的话，我对他想要施展的法术不禁有些好奇。张默解释道，世间怨气皆出自冤魂，这条项链上的自然也不例外呀。龙虎山有一种道法，可以通过怨气溯本回源，引出怨气的主人。三胖的脸色唰的一下子白了，他已经明白了张默的意思。溯本回源？你没有，这不就是招魂吗？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三胖立刻摇头道，不行哎，这太危险了，万一那个冤魂对我们下手怎么办呢？张默淡然地说，那正好啊，届时我可以直接以五雷正法让那个冤魂魂飞魄散。切姨，你觉得怎么样啊？林千怡摇了摇头。张默很意外，怎么，切姨，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张默呀，你嘴上说的轻松啊，但你说的道法我听说过，那应该是很耗费精力的一种道法吧？现在我们对那个冤魂一无所知，万一他的力量远超过我们的预估，到时候耗费大量精力的你还能有力气对付他们？别忘了，我们这里只有你有能力对付鬼魂这种东西啊，这个险我不能冒，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张默皱了皱眉头，不这么做的话，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林千怡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我，四九，能用你的能力来探查下这个项链的主人吗？我接过项链说，林姐，你也知道我的能力一直都是时灵时不灵的，我不能保证。我的话还没说完，林千怡便说道，试一下吧。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双手紧握住项链，同时在脑海里回忆之前几次催发能力时的情景。只可惜，哪怕我的脸已经涨得通红，眼前却依然没有幻境出现。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有些奇怪。我明明已经重新复制了一遍当初在京城激发出自己能力时的动作，在脑海里回想当初林千怡差点被佛像杀死的样子，可是这一次我却一点能力被激发时的感觉都没有啊！难道说除了让自己情绪激动起来之外，我要唤醒自己的能力还必须满足什么别的条件吗？又再次憋了半天之后，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只好对他们苦笑道：对不起啊，我的能力好像失灵了。失灵？千怡啊，这小子到底会什么能力啊？怎么他的能力还会失灵吗？林千怡这才想起来，在场的人中间似乎只有张默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于是他简短地说明了一下我的能力，又提到了我的能力可能被他父亲封印的往事。听完了他的解释之后，张默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能力者天生的能力也能被封印的吗？这种事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呀。林四九，当初林叔叔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呢？我自己也想知道啊。我摊了摊手，无奈地说。在我们议论的时候，一旁的三胖却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我问他怎么了，他竟然对我说他想到了一种为什么我的能力会时灵时不灵的解释。我是不知道林姐的老爸到底是怎么封印你的能力了啊，但我想啊，所谓的封印会不会其实和我看的网络小说里的结界差不多呢？要突破结界，这就需要相当程度的力量。用你的情况来说啊，就是需要养精蓄锐，长时间不去使用能力，让自己的能力不断积蓄出更强的力量啊，来突破封印的限制。你的意思是？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难道我现在没法使用能力，就是因为上次在京城里已经使用过能力的缘故吗？对呀。三胖拍了拍手说道，简单点说啊，就是你的能力有时间限制，没法在短时间内连续多次使用。三胖的这个猜测似乎是从他看的那些网络小说里得出来的，虽然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却是能够解释我目前状况最合理的解释。只是这样一来呢，我们要想知道这个项链的来历，恐怕就只能如张默所说，让他通过道术来招魂了。张默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说道：千怡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只有最后一个选择了，你觉得呢？林千怡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车里忽然响起了有人敲玻璃的声音，把我们四个人吓了一大跳。我更是吓得差点扔掉了项链，手忙脚乱地把项链塞到了裤子里之后，我往外一看，这才发现原来是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张队长在外头催我们。于是林千怡让我们暂且放下争论，一切等今天看完了所有现场之后再做定夺。约莫又过了10几分钟之后，下一个案件现场到了。这次我们去的是第4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也就是在那个被殴打致重伤的小孩子的家中。照手上的资料来看，那个小孩子的家境非常不错，他父亲虽然只是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但他的爷爷却是杭湖市有名的地产巨头。一家人和爷爷奶奶都住在市中心大湖风景区边上的一块别墅区里。张队长领着我们在一个别墅前下了车，在门口按了几下门铃之后，却迟迟没有人给我们开门。张队长打了一个电话之后，才知道原来今天受害者的家属都去医院了，就连家里的保姆也都被一起带了过去照顾孩子。挂断电话，张队长回头看着我们，耸了耸肩。你们也听到了，看起来今天呢是没办法看到这个案子的现场了。林千怡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了看张默，后者似乎又发现了什么，对我们低声说，这里也有怨气。有了之前2次的经验，这一次不用张默自己动手，我和三胖2个人便在别墅周围四处搜索了起来。在前2个现场中，除了宝马车里的怨气之外，张默每一次感知到的怨气最后都证实是一个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布娃娃上散发出来的，而且每一个布娃娃最后被发现的位置又恰好位于目击者口中所说嫌疑人逃走的方向。
而根据案件概述里目击者的证词，这次的案件中，嫌疑人是从别墅正门逃了出去，随后在目击者眼前消失的。既然如此，那么在正门附近理应能找到一个和前2个类似的布娃娃才对。我沿着案件综述里所写的，从别墅的正门开始，沿着目击者所说的嫌疑人逃走的方向找了一会儿。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布娃娃的影子。我正想着，难道说这一次是张默感应错了？耳边就听到了三胖兴奋的叫声：“找到了呀！”循声而去，我看到三胖在别墅后侧的一个花坛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个东西，正是和之前张默找到的一模一样的布娃娃。只不过三胖手中的布娃娃比张默找到的那2个看起来要破旧多了，浑身上下有很多破损的地方，看起来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撕扯过的样子。三胖有些嫌弃地把娃娃扔到了我的手里，嘴里说：“这东西啊，是被狗啃过的吧？”我检查了下娃娃身上破损的部位，发现还真是这样，难怪我刚才并没有从嫌疑人消失的地方找到这个娃娃，看起来应该是附近的野狗或者野猫把娃娃弄到了这里。就在我检查娃娃的空当，张默和林千怡2个人也赶了过来。看到他们2个，三胖立刻又把娃娃从我手里抢了过来，邀功似的向他们挥了挥娃娃。谁料到走过来的林千怡他们的脸色却并不好看，冲在前头的张默更是频频对三胖瞪着眼。我和三胖还没有明白张默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看到一个人影从他们背后窜了出来，竟然是张队长。看到了三胖手上的娃娃，张队长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疑惑：“朱特派员，你手上的这个是？”三胖立刻心虚地将娃娃藏到了身后，嘴上说：“哦，没什么呀，就是一个娃娃而已了。”“娃娃？你能让我看看吗？”虽然语气上带着询问，可张队长的手却直接朝三胖伸了过去，同时脸上也是一副不容拒绝的表情。张队长说话的时候，张默一个劲儿地向三胖使眼色，无奈这家伙胆子太小，已经完全被张队长给唬住了，老老实实地把布娃娃交了出去。张队长拿着娃娃检查了老半天，突然指着张默说出了一句让我们大惊失色的话：“你们几个伪装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个娃娃吗？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张队长这话问得冷不防啊，我们都是一愣，不自觉的都看了他一眼。就这一眼已经证明我们有些问题了。只见张队长猛地后退了几步，从腰间就掏出了一把手枪对着我们，厉声说：“我从警20多年，什么样的警察都见识过，就是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举止怪异的警察。说吧，你们到底是来这里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假冒部里的特派员？”“我们的举止很怪异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里露出了破绽。至于林千怡他们也是一脸茫然的样子，大概他们假冒公安部的身份执行了那么多次任务，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被人看穿身份这种事情。几个人愣了半晌，林千怡才抬起手对张队长说：“张队长，你先把枪放下，我们真的是部里的特派员，你们的领导都已经看过我们的证件了，要不然你也看一下。”三胖也回过了神来，对张队长说：“张警官，不是我说你，你也太过敏感了吧？我们要不是部里面下达的命令谁他妈会大过年的跑你们这里来出任务？”张队长冷笑了一声，对我们说：“这就得你们告诉我了。至于你们的身份，我也是觉得好笑啊。你们既然能弄出那种连我们局长都辨认不出来的假证件，为什么就不把细节完善一下呢？你们谁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京城来的特派员会没有一个人有京城的口音呢？为什么你们从京城到杭湖不坐飞机，却开着车过来，还他妈的开的是一辆东海牌照的车子？你们蒙谁呢？”这话说的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说愣住了。口音这种事情还好解释，可是这东海的车牌，妈的，挂着京城车牌的车子，我记得局里并不是没有吧？怎么那个死胖子却偏偏挑着一辆
东海牌子的车呢？张队长这一下我们还真的不好回答，总不可能把749局的实情就这么告诉他吧。僵持了一会儿，还是张默这个老调查员想出了办法。他有些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对张队长解释道：算了，张队长，我们就和你说实话吧，我们真的是部里面派来的特派员，只是我们的身份呢，并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公安部下属的特殊事件调查组的成员。特殊事件调查组？张队长听了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们怎么不说你们是中国龙族的呢？反正是胡说八道，怎么不找个特别点的名字呀？张默还来不及回答，三胖已经乐了。张队长啊，你也看过那本小说吗？朱顶天，你给我闭上嘴巴！张默呵斥了三胖一句，才继续说：我们真的是特殊事件调查组的，我们小组的任务是负责处理各种匪夷所思的超自然案件。这次部里就是怀疑你们的案子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伤人案，才会派我们过来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地点不在京城，而在东海，所以呢，才会开了一辆东海牌照的车子过来呀。张默说了这一番半真半假的话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他自己那张伪造的公安部证件，交给了张队长。这是我们的证件，如果你怀疑是假的话，可以直接打证件上面的查询电话，查一下我的警员编号。证件可以是假冒的，但这上面的警号总做不了伪吧。我们的证件虽然是伪造的，可上面的警员编号和我们的档案却真的在部里面有记录，因此也不怕张队长真的去打电话查证。不过让我们意外的是，张队长却并没有去打这个电话的意思，他只是看了一眼证件，确认了证件上的照片就是张默本人后，便把证件还给了他，嘴里也嘀咕道：特殊事件调查组还真有这种部门吗？看来我没有猜错呀，这次的案子的确不像是人做的。我就说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只有鬼才会这样。张队长的话再次让我们傻眼了。只听三胖问道：张队长，你刚才说什么了？我记得你不是在你们徐局长面前说这些都是犯人使出的诡计吗？我还以为你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这种东西存在呢。张队长不屑地说：我好歹在警局这一行混了20几年了，科学无法解释的古怪案子我见多了，就算这世界上真的有鬼，我也不会奇怪。三胖叫道：那你之前为什么还那么说呀？因为我是一个警察。张队长斩钉截铁地对我们说道：警察的使命就是找到事情的真相，只有在尝试了所有的手段，考虑过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才能去考虑那些超自然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一遇到什么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往鬼魂身上去想，那这世界上还需要我们警察干嘛？真要那么做的话，为什么不让那些道士和和尚来破案呢？张队长的一番见解实在是让我们有些大跌眼镜，一时之间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最后还是张队长自己主动打破了现场尴尬的气氛，转移话题说：好了，你们的身份既然我已经知道了，那大家也开诚布公吧。你们找到的这个娃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好像在第3起案件的现场曾经见过的样子呀？张队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拍掌道：对了，就在那个胡同里面，我记得当时搜索现场的时候就曾经见过一个和这差不多的娃娃，为什么这里也会有？难道说刚才我们去的那里也……事情到了这一步，看起来继续隐瞒已经没有必要了。林谦一大方地点了点头，承认道：没有错，在之前2个现场，我的这位同事找到了2个一样的布娃娃玩偶，而且我们估计很有可能在下一个案发现场还可以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娃娃。每一个案发现场都出现了一个布娃娃，这是怎么回事呢？张队长沉吟了一会儿，对我们问道：你们既然说自己是特殊调查组的，那你们能老实告诉我，现在你们对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头绪了？那个女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如果是鬼的话，那在现场发现的这些布娃娃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很抱歉呢，关于你的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呢。
张默站出来回答道：“这次的事件里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乍看之下应该是人类犯下的案子无疑，可在现场却又有鬼物出没过的痕迹。老实说，在找到更多的线索之前，我们也无法确认嫌疑人到底是人是鬼。”这样啊，从张队长脸上的表情看来，他似乎是对张默的回答有些失望。不过这种失望仅仅持续了一小会儿，随即他便对张默举着娃娃问道：“那这些娃娃到底是为什么被留在了现场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说起来啊，我刚才对你提到的在现场发现有鬼物出没的踪迹，其实就是这些布娃娃。我通过一种特殊的检测方法，在这3个娃娃上面发现了现场有鬼物出现的证据。闻言，张队长好奇的又把娃娃看了几眼，不过却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来。他想了想，便说道：“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3起案件的现场都有这样子的布娃娃出现，而且你们发现他们的位置又恰好就是嫌疑人逃走的位置，这不可能是巧合，里面一定有某种原因呢。如果这次的案子真是什么妖魔鬼怪做的，那我可帮不了你们呢。眼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查出这3个娃娃的来历，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事实上，不用张队长提起，张默原本就已经有这个打算。用他的话来说，现在要搞明白这次事件的真相，很明显线索还不够，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进一步了解。而我们在现场找到的这些娃娃就是一个很好的调查突破口，因为现场发现的娃娃不可能是凭空变出来的，不管他们究竟是被人还是被鬼物放到了现场，这些娃娃一定都有一个他们原本归属的地方。找到那个地方，或许就能知道这些娃娃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原因了。于是张默从车里把之前找到的2个娃娃连同刚才发现的那一个一同交给了张队长。不过因为这些娃娃都是手工制作的，张队长无法对我们保证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出处，只能说是尽力而为。又扯了几句闲话之后，张队长便带着娃娃先走了，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案发现场还没有看过。林千怡和他商量了一下，决定索性我们自己去那里，而张队长就不用陪我们了。正好一会儿他在警局还有一个搜查会议要开，可以在会上动员人手去追查这些娃娃的线索。最后张队长和林千怡互相交换了一下手机号码，并且留下了最后一个现场的地址之后便走了。张队长离开之后没多久，我们又在别墅周围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其他什么新的线索之后，便也离开了这个别墅区。原本林千怡是打算立刻去下一个案发现场，但当车子开出小区的时候，3胖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听到他肚子的叫声，林千怡便意识到似乎我们连中午饭都还没有吃过，便提议先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再去最后一个现场。大年初一，街上几乎就找不到还在营业的餐馆。我们在马路上转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了一家快餐店解决午饭问题。吃饭的时候，我和3胖都是狼吞虎咽的，张默的吃相也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啊。大概是因为用了阴阳眼的能力的缘故吧，消耗了他不少体力。唯有林千怡看起来没有什么胃口，仅仅是吃了一个汉堡后，便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一些东西。林姐，你在吃什么？3胖嘴里含着半个鸡翅，口齿不清地问道。林千怡边写边说道：“没什么，我只是整理了一下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弄明白的线索。”等我们几个差不多吃好的时候，林千怡整理的内容也写好了。带着好奇，我们把他的小本子拿过来看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林千怡总结出来的3个问题。第1个问题，娃娃的来源。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3个相同外形的布娃娃，是我们这次在案发现场最大的发现。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些娃娃的来历，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因为现在已经让张队长去替我们调查去了，所以我们暂时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在上面。第2个问题，受害者遇袭的理由。撇开嫌疑人的身份不谈，他挑选袭击对象的原因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如果能够找到4个受害者的共同之处的话，或许就能提前预知到嫌疑人下一次袭击的时间。
从而提前布下埋伏，到时候就算抓不到嫌疑人，也能让我们确认一下他到底是人是鬼。第3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在第2起事件现场中找到的那条项链的主人。按照张默的说明，从这条项链上吸附了相当的怨气这一点来看，它有极大可能性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冤魂的遗物。这个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受害者的车子里？它的主人和那个红衣女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能弄明白这2点，说不定这次事件的谜团就能一并全部解开。看我们看的差不多了，林千怡对我们说道，目前我能想到需要我们去调查的只有这3点了，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见到我们都摇头，林千怡便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赶快走吧。早点看完最后一个现场之后，我们便照着我刚才写的这3个方向展开追查。从快餐店出来，天空竟然有些昏暗起来，厚厚的乌云遮蔽了太阳，看样子竟好像是要下雨的样子。见状，三胖立刻加重了油门，试图在雨滴落下之前早点把现场调查完。我们这次去的最后一个案发现场是一个小区附近的公园，严格来说，如果是按照案发时间来看，这个公园反倒才是这一系列伤人事件的发源地。在这个公园里，一对坐在长椅上的情侣突然被椅子下冒出的红衣女人袭击，情侣中的女性双脚被红衣女人用小刀砍伤，虽然还没有像第3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大腿被砍断那么严重，但是这位受害者的双脚也落下了残疾，日后是否能正常行走都尚未清楚。在我为这位受害者感到同情的时候，车子已经驶入了公园的停车场里。我们从车上走下来之后，发现公园里实在是有些冷清的，让人感到害怕，因为里面除了我们4个人之外，竟然1个人都没有。和公园入口的门房大爷打听了一下，我们才知道公园里会1个人都没有，都是因为元旦发生的那起伤人事件的传闻已经在周围小区里流传开来的缘故。原本平时的话，就算是过节的时候，这个公园里也会有一些以散步作为消遣的老年人，或是带着孩子来玩的母亲们。但现在呢，周围的人们却因为伤人事件的发生，已经不敢来这里了。说完了这些，门房大爷又看了看我们，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问，小年轻啊，你们4个人是警察吧？对，大爷，你要看我们的证件吗？不用了。听了我们的回答，门房大爷连忙摆了摆手，发生了那种事情还会来公园的，也就只有你们这些警察了，大过年的还要查案子，真是辛苦你们了。我们听了连忙说不辛苦，可谁知道门房大爷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不过你们警察的效率也太低了吧，这都1个月了还没有抓到犯人呢，现在大家想来公园逛逛都不敢呢。你们警察就是这样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的吗？嘿，无缘无故被臭骂了一顿，我们却又不好回嘴，只能低头认错，同时硬着头皮冲进了公园里面。一直到看不见大爷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三胖抱怨道，我们这也太冤了吧，事情又不是我们做的，那个老头子有气干嘛要发在我们身上啊？算了，林千怡劝道，这个公园是附近中老年人日常休息聚会的重要地点，现在因为伤人事件害得大家都不敢来了，他们心里会有些怨言，也是正常的事情啊。好了，我们别管那么多了，赶快找找那个长椅在哪里吧。案发现场在公园的最深处，我们往里面走了几分钟，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下找到了那张案件发生时受害者所坐的长椅。乍一看，这不过是一张哪里都能够见到的木质长椅，椅子虽然有一定高度，的确可以藏下一个成年人，但是因为椅子的椅座本身是用4根平行的木条组成的，木条之间的空隙可以让椅子上的人清楚地看见椅子下方的地面，因此实在是很难想象第1起事件的受害者竟然会没有注意到座位下突然冒出来的红衣女人。除了难以理解为什么受害者会没有发现藏在座位下的女人这件事情之外，作为事发现场的长椅
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了。粗略的又检查了一下椅子，确认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情。按照目击者的证词，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在袭击了受害者之后，并没有立刻跑出公园，而是直接在这个公园里消失了。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律来看的话，在红衣女人消失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一个布娃娃才对。在寻找娃娃之前，林千怡先问了一下张默有没有感应到娃娃的具体位置，但让我们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在这个公园里，张默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怨气。他解释说，他之所以会感觉不到怨气，大概是因为这里发生的案子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1个月时间，间隔这么长的时间，娃娃身上的怨气自然就早已经消散掉了。因此这一次，如果我们想要找回娃娃，就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搜索。自己的眼睛？我看了看四周，不禁有些泄气儿。作为案发现场的公园虽然并不大，但也有差不多10几公顷的面积啊。真要是我们4个人找起来，说不定等找到娃娃，天都已经黑了。然而作为重要的线索，那个娃娃却又不找不行。于是林千怡把公园划分成了4个区域，1个人搜索1块区域，4个人分头行事。正准备开始分头行动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头上有些湿湿的，抬头一看，却是下起了雨。这场雨来得很突然，雨量也很大，没一会儿的功夫便把周围的路面都给打湿了。见状，林千怡便命令道：小朱、张默，你们2个去车里把伞拿过来吧。三胖嗯了一声便往回走，张默却站在了原地反问道：千怡啊，拿伞这种事情三胖1个人就行了吧？张默一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紧盯着我，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愿意看到我和林千怡独处。林千怡劝他道：别忘了，这里毕竟是案件现场，那个红衣女人也是消失在公园里的，你和小朱一起出去，互相之间也能有个照应。三胖也舔着脸对张默说：嗨，张子仁啊，一起走吧，啊，我会好好照应你的。我和林千怡2人听了，顿时有些尴尬。这个不要脸的胖子还好意思说呀？明明是让张默照应你好吗？张默无奈，只能板着脸往公园外走去。目送着他们2个在雨中跑出公园的背景，我将目光转回到案件现场。现在天上下着大雨，不过那棵恐怕有几十年树龄的松树下方的土地却还是干燥的，茂密的松树叶好像一个天然的雨伞一样遮住了雨水。于是我提议道：林姐，我们先在树下躲一躲吧。四九，下雨的时候不能躲在树底下，这可是常识哎，我们就坐在椅子上吧。我一想也是啊，又看了看并没有被雨滴到多少的椅子，便和他一块坐在了椅子上。2个人坐下之后，现场便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听着耳边传来的雨点声，一股淡淡的香气儿忽然传到了我的鼻子里。我往上一瞥，才发现是林千怡那边有些雨滴落了下来。为了避雨，他便往我这边靠了靠。虽然这只是他的无意之举，可是林千怡和我之间的距离却已经近到了恋人之间才会有的程度。顿时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一股热浪也忽然涌向了全身。不行，这样下去太尴尬了。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连忙找了个话题：林姐，要不我们现在先回顾下发生在这里的案子吧。林倩怡转头看向我，水汪汪的大眼睛让我压力山大。那个说起来，第1起案件的受害者为什么要大半夜来到这个公园里呢？元旦节的晚上不好好的在家待着，竟然会跑出来散步，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也不知我的话究竟哪里好笑了。林倩怡突然笑了出来：这你都不明白吗？夜里孤男寡女在公园里散步，当然是为了谈朋友了。谈朋友？受害者的男伴不已经是她的男朋友了吗？什么？林倩怡很惊讶地看着我，难道你不知道谈朋友是什么意思吗？莫非四九，你以前从没有谈过恋爱啊？我一下满脸通红，含糊其辞道：才不是呢。林倩怡的表情一下子丰富至极，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被肉食动物盯上的错觉。只见她忽然靠了过来，对我说：四九，谈朋友其实就是谈恋爱的意思。在女孩子看来呢，和心爱的人一起在夜晚散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这样吗？
耳边聆听着林千怡轻柔的声音，我的肩膀都紧张地抖了起来。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只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坐在椅子上会没有发现椅子下面的红衣女人呢？我看了看椅子上的缝隙道：这椅子的缝隙那么大，想要不注意到下面躲着一个人，应该是很困难的事情吧。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林千怡忽然伸出手勾住了我的脖子，把我的头强行扭向了他，两双眼睛互相对视着。四九，你不知道吗？恋爱的人眼里都只有对方啊，或许那个时候他们就和我们现在一样吧。林姐，我看着林千怡漂亮的脸庞，一种亲吻上去的冲动似乎要从心底萌生而出，但就在我几乎快要忍不住的时候，林千怡突然又退了回去，嘴上说道：好了，就不拿你恶作剧了。恶作剧？我有些傻眼。林千怡微笑道：对呀，四九，想不到你竟然没有谈过恋爱啊，刚才那个样子简直就好像是在和青春期的男孩对话一样。哎呦！林千怡忽然叫了一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我也感到头上有点湿湿的，抬头看去才发现是雨势又大了一点，头上的松树叶已经没法完全阻挡雨点落在我们头上了。真糟糕，张默他们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变成落汤鸡了。我带纸巾了，要不林姐你先擦一下吧。我慌慌张张地摸着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包餐巾纸，因为刚才林千怡对我的刺激还没有消退，我的动作有些僵硬，不小心把口袋里的另一样东西也给弄掉了。没错，就是那串被张默认为是一个冤魂遗物的项链。看到那项链，林千怡奇怪地说：四九，你没把这东西放在车上吗？对不起啊，林姐，我忘了。我把项链捡了起来，放在手上擦了擦泥水，正准备重新塞进口袋，却发现项链的吊坠上竟然还刻着淡淡的几个英文。那一行英文印得很浅，要不是现在用泥水粘在上面，我还真不太容易看见。 Lisa Love Leo。 我看不懂英文呢，正想着这是什么意思，林千怡已经凑了过来，对我解释这项链上的英文好像是原主人刻下的，意思是一个叫 Lisa 的女人爱着一个叫 Leo 的男人。四九，这个项链的主人的英文名字很可能叫 Lisa。 林千怡有些兴奋道。我也点了点头。林姐，这可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呀，或许应该通知一下张队长，让他替我们查一查呀。你先把项链收好，一会儿等回车上了再打电话。闻言，我正准备把项链收回口袋，远处却看到了两个撑着伞的人影，是张默他们两个。见到他们，林千怡抬起手，正准备对他们打招呼，却听见张默远远地大叫了一声：千怡，小心脚下！脚下？我正准备朝林千怡的脚下看去，却听到林千怡忽然惊呼了一声：好疼啊！那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就在林千怡惊呼声响起的同时，我看到她的脚下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我拉着林千怡站了起来，发现她穿着的西裤脚腕附近竟然不知被什么东西切开了一个口子。幸运的是，林千怡脚上的伤口并不深，并没有渗出什么血水。这时候张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千怡，快离开那个长椅，那下面有东西。三胖也叫道：四九，快带林姐躲远点哦！来不及细想，我立刻拉着林千怡向着张默他们跑了起来，和长椅拉开距离，进入了戒备状态。这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刚才张默他们并没有说椅子下面有人，而是用了东西这两个字。难道是……我往长椅下看去，这一看却是让我吓破了胆，不由得又往后退了几步，因为在长椅下面，我竟然看到了一颗湿漉漉的脑袋猛然从长椅底下伸了出来，一边发出令人不悦，好像骨头爆裂一般的声音。那个湿漉漉的脑袋一边从椅子下伸了出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了，原来长椅下面其实是一个女人，一个披着长发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正在用四肢着地的方式从椅子下爬了出来。等等，这个女人的外貌怎么和这次连环伤人事件里目击者关于嫌疑人外貌所提供的证词那么相像呢？红色的风衣，几乎和我一样高的身高，
被长发遮挡住，看不清表情的脸，以及手上拿着一把脏兮兮的小刀。莫非他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嫌疑人？而刚才割伤林千一小腿的也是这个家伙？我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躲在了我们屁股下面？明明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才检查过长椅底下，那时候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人影，可是眨眼间这个女人竟然就突然出现了，简直就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事先连半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她究竟是人是鬼？正在我因为眼前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女人而愣神的功夫，林千一已经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对红衣女人大叫道：“我们是警察，不许动！现在怀疑你是伤人案件嫌疑犯，而逮捕你。”一边说着，林千一从腰间拿出了手铐，便开始缓缓朝红衣女人走了过去。面对逐渐靠近的林千一，红衣女人忽然发出了一股怪声，她的声音太过模糊不清，根本就听不清楚是在说些什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念恐怖的咒语一样。另一边，林千一停下脚步，对她问道：“这位女士，你在说什么？请赶快把你手上的武器放下，我不想对你使用武力。”眼看林千一越来越靠近那个女人，我忽然从心里涌出了一股非常不妙的感觉。现在那女人究竟是人是鬼，我们都还不知道呢。林千一这样贸然靠近她，岂不是太危险了吗？我忙提醒道：“林姐，先不要靠近她。”啊？为什么？林千一回过头问我。几乎就在同时，那个红衣女人突然动了起来，她沉默地举起了手中的小刀，那上面是大块的黑色和深红色的痕迹，也不知道那是锈迹还是血与泥的污物。下一个瞬间，红衣女人便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林千一冲了过来。糟了！我忙冲了过去，一边嘴里大叫着：“跑！林姐，快跑！”一边想要替她拦住那个红衣女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林千一飞了起来，这不是比喻，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飞了起来。只见他跳到了半空中，扭动着腰部，以全身的力量对急冲而来的女人凌空横扫了一腿。漂亮的扫腿，几乎和香港功夫片里的动作几乎完全一致。这一脚恰好扫到了红衣女人的脸上，发出了听起来就很痛的重响声。紧接着，红衣女人身体像雨字符号那样弯曲了起来，维持着这样的姿势被踹飞了出去，落在了长椅旁的绿化带中，手中的小刀也落在了地上。从半空落地后，林千一并没有为自己刚才那漂亮的一脚感到喜悦，反而怪罪我道：“四九，都怪你让我分心呢，这下怎么办呢？我刚才根本就没有控制力量，这一下麻烦了。”我在心里也暗道不妙啊，虽然说是自卫，但林千一的力量可不是开玩笑的，就算是两个健壮的男人都不一定能在力气上胜过他。刚才林千一毫无保留的那一脚，恐怕已经把嫌疑人的脖子都给踢断了吧。虽然已经可以肯定那个女人就是我们的目标，可万一真的那么倒霉，踢错了人怎么办呢？这时候张默和三胖两个人已经跑了过来。张默紧张地跑到林千一身边，关切地看着他的全身，问道：“千一，你没受伤吧？”“还好，就是一个小伤口。”林千一张口回了一句，脸上却忽然一抽，脚步有些不稳。我们低头一看，才发现因为刚才那一脚，林千一脚上的割伤似乎扩大了一些，正在往外冒着血水。张默立刻紧张了起来，扔下雨伞就蹲了下来，想要替他查看一下伤口。我也连忙把手上的纸巾递了过去，让他替林千一擦拭一下伤口。林千一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你们这是干嘛呀？不过就是小伤口而已啊，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不行！”张默一口回绝道，“那女人手上的小刀你也看见了，那么脏啊，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不行，你现在必须立刻去医院检查一下。”林千一都还没说话呢，三胖却忽然插嘴道：“苍子人啊，不是我说啊，现在不是你献殷勤的时候啊。”张默闻言立刻站了起来，对三胖瞪着眼，但后者却指了指刚才红衣女人被踢飞的方向，
浑身好像是得了羊癫疯一样抖个不停。我们顺着三胖手指的方向看去，也是吓了一大跳。林千怡不禁惊呼了一声：“哎，我们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全都是因为就在距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个绿化带里，刚才被林千怡一脚踢飞的红衣女人，竟然仿佛没事儿一样站在那里，甚至连动作也和刚出现时一模一样，长发下垂着，俯着脸。我不禁问道：林姐，你刚才难道没有用力吗？这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说了完全没有控制力量吗？那可是我全力以赴的一击啊！林千怡张大着嘴，转头又问道：张默，这个女人难道是鬼吗？张默摇着头：不可能啊，鬼不具有实体，如果不用咒法加持，阳世间的东西是接触不到她的。一旁的三胖尖叫道：嘿，张主任，那你倒是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哦。在他们三个人为眼前的女人究竟是人是鬼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从红衣女人垂下的长发的空隙中，她的嘴角好像冷笑般上扬了起来。然后下一个瞬间，红衣女人以面朝我们的姿势再次冲了过来。不知为什么，她的目标依然是林千怡。你们都让开！换成是普通女人，这时候一定是吓得花容失色了。然而林千怡却并没有惧怕眼前这个不人不鬼的女人，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是迎头冲了上去。据说在我进入749局之前，局里曾经组织过一次内部的比武大会。在那次大会中，身为女子的林千怡凭借着她的能力，接连击败了包括大部分由以前部队里精英组成的回收处在内的多个部门的对手，轻松地拔得了头筹。因此对于他的近战能力，没有人会心存疑问。可是这一次力大无穷又精通搏击之术的林千怡，在这个红衣女人面前却仅仅是打了个不落下风。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在边上看了半天，我就看明白了。眼前的这个红衣女人虽然看起来并不像林千怡这样懂得什么搏斗的技巧，但是她却拥有远超林千怡反应极限的速度。与此同时，她的力量更是惊人，好几次和林千怡正面比拼力气时都能够不落下风。更加古怪的是，明明长得非常高大，可是这个女人的身体却好像有软骨病似的异常柔软。林千怡好几次试图用擒拿手法制住她时，都被对方用扭曲肢体的方式轻易地化解掉。眼看林千怡身上渐渐被红衣女人如同鹰爪一样的指甲划出一道道口子，我们三个人也是忍不住焦急了起来。这时候张默对我们说：“493胖，一会儿你们掩护我一下，我试试看能不能用驱魔咒制服这个女人。”三胖战战兢兢地说：“嘿，还他妈驱魔咒呢啊！张主任，你老实跟我说吧，你有见过鬼物和人打架的吗？这个女人肯定是一个能力者啊！”张默摇头道：“不对，我能感到她身上有怨气的存在。鬼物的怨气对人体有害，沾染多了甚至会危及生命。就算她是能力者，身上有这么多怨气，也不可能会平安无事，因为她肯定是一个鬼物。可眼前的情况你怎么解释啊？”三胖指着还在交手中的林千怡他们：“你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呢？现在他们两个是神仙打架，我们凡人就不要插手了哦。”砰！就在他们两个争吵的时候，林千怡忽然脚下一软，向后倒了下去。看到她已经被染得鲜红的脚腕，我们立刻就明白了，一定是刚才的打斗恶化了她刚才被红衣女人用小刀伤到的小腿。眼看着红衣女人再度伸出五指，朝着林千怡的脖子抓了过去，我心中一急，还来不及反应，身体已经本能地冲了过去，想要挡在林千怡面前。而在我背后，张默也怒哼了一声，从口袋里取出了几张符箓，然后默念起咒语。片刻，这些符箓就凭空燃烧了起来。张默顺势将这些符箓燃烧而成的火苗子朝着红衣女人扔了过去，但紧接着他却瞪大了眼睛，因为他扔出的这些火苗打在了红衣女人的身上，
竟然是没有半点反应。眼看着这个能够和林千怡比拼力气的恐怖女人已经冲到了我面前，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阻挡住她，只能本能地将双手举在了胸前。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面前的女人似乎是微微愣了一下，目光在我的手上停留了1秒钟，紧接着她再次微微一动，下一个瞬间便以比职业运动员还要快的速度钻进了一旁的树丛里。他是逃了吗？望着红衣女人消失的树林，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虽然在749局已经经历了数次危险的时刻，可刚才那个红衣女人还是让我心里有些打颤，尤其是她那简直非人的眼神，更是让我有一种完全无法抑制的恐怖感觉。那种眼神与其说是活人，更不如说类似我在古镜事件里遇到的镜中凶灵的眼神。在我发愣的时候，逃过一劫的林千怡已经被张默扶了起来，他的脸色并不太好，脚上原本只是轻微划伤的口子，因为刚才的动静有扩大的趋势，血液开始不断从裤脚那儿一直往下渗出。张默先是用纸巾替他擦拭了一下伤口，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方手帕，替他简单包扎了一下，嘴里还紧张地说：“千怡，你没事吧？”“没事，只是一点点小伤而已，还没有平常训练时的伤口深呢。”林千怡如此说道，紧跟着便让张默把他扶到了那张长椅旁边。看着这张椅子，林千怡对我说道：“四九，你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吗？明明我们之前还坐在这上面，怎么我们2个人都会没有发现椅子下藏了一个人呢？从我们来到这个公园的时候，就没有在附近看到过其他人影。在张默他们为了拿伞而离去的时候，我和林千怡还再次检查过这张椅子的下面，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呢。既然如此，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时候躲到了我们屁股底下的呢？”我想了想，问道：“会不会是她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钻到椅子下面的？毕竟刚才下着雨，我们的注意力也被头上的雨点吸引了。”“不可能。”林千怡摇了摇头，“会被雨点吸引注意力的也就49你吧。那时候我一直在注意着四周，并没有看到有人靠近我们，而我们的背后就是树丛。那个女人要是从树丛里出现的话，也不可能一点声响都没有。”说到这儿，林千怡忽然对我们摊开了手，我看到她的手心里正抓着一把头发，这是我刚才在厮打的时候从她头上抓下来的。小朱，我听说现在警察有种 DNA 鉴定的技术，可以通过头发、指甲之类的东西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这个技术不知你了不了解呀？你觉得这个头发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吗？三胖小心地接过那一缕头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塑料袋，把它们小心地塞了进去，随后说：“不管有没有用啊，到时候让张队长好好检查一下再说。不过林姐，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听说 DNA 鉴定也有局限性的，如果警局的 DNA 数据库里没有这个女人的话，就算是鉴定出了结果，我们也不能马上就知道那个红衣女人到底是谁啊，总比什么线索都没有好吧？不管怎么说呀，我们这次是亲眼目睹到嫌疑人了。”林千怡又转向张默，对他问道：“现在看起来，我们应该能肯定这次的事件是能力者所为了吧？”在林千怡和三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张默的眼神一直在往红衣女人逃走的方向飘去。现在听到林千怡问他，张默才回过神来，对我们说：“不，现在一切都还不能肯定。”“为什么呀？”林千怡问。“鬼物是不可能化为实体的，我记得这不是你说的吗？刚才我也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在你们眼前确认过了，那肯定是一个人类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证据给你们看。”张默扔起一句让我们不明所以的话，便朝着红衣女人逃走的方向钻进了树丛。看到他竟然一个人去了红衣女人消失的地方，林千怡不禁担心了起来，连忙催促我去追她。我应了一声，便紧追了上去。不过还没走多远，我便看见张默回来了，而且他的手里还拎着一个东西，竟然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找到的
在每一个案件现场都会出现的那个布娃娃。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我不禁问道。张默看着手里的娃娃，冷淡地回了我一句：一会儿再说。回到长椅那儿后，见到张默手里的娃娃，林千怡他们也一样惊讶无比。而这个时候，张默才对我们解释道：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女人消失的地方找到的。这个娃娃身上现在还有很强大的怨气存在，这股怨气的强度比我们从第4起案件的现场找到的娃娃身上的怨气还要强大。这说明这个娃娃可能才刚刚和鬼物接触了没有多久。什么意思啊？张默的话并没有解开众人心中的疑惑，他也不卖关子，继续解释道：这个世界的鬼物虽然没有实体，但也不是绝对。我就记得有一种情况下，鬼物同样可能会有实体存在。一边说着，张默一边对我们举起了那个娃娃。比如说，这世界上就有一种鬼物，可以通过附体拥有肉体。附体状态下，鬼物就等同于阳世之物，就算是用刀子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而且对于一般的驱魔咒也完全免疫。而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红衣女人，很可能就是附体在了这个娃娃身上。张默的话还没说完，三胖已经笑了出来。张真人呐，你如果说那个女人是被鬼物附身了，这还说得通。可是一个娃娃，鬼物就算是附在她身上，那也是娃娃呀。可刚才我们看到的，不分明是一个女人吗？当三胖说到这儿，张默忽然反问道：那真的是人吗？拥有和千仪相近的力量，比蛇还要柔软的四肢，还有那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能力。我活到现在还从未听说过有能力者能够同时拥有这么多能力的。倒如果是鬼物附身的话，那就可以解释许多问题了。他对我们摆弄起了娃娃的四肢，随后说：你们看，这个娃娃因为是布制的，所以它的四肢非常柔软，正好和红衣女人的异常柔软的骨骼相一致。然后就是力量了。鬼物附身之后，被它附体的东西本身就兼具了鬼物的超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源自物体本身的力量，而是一种灵力的体现。打个比方来说，一边说着，张默忽然把娃娃举到了三胖面前，随后用抓着娃娃的右手推了一下三胖，就好像是这样：如果三胖你看不到我的存在的话，那在你眼中刚才其实就是娃娃推了你一下，可实际上娃娃本身没有力量，真正推动你身体的其实是我的力量才对啊。这么一想的话，那刚才的那个红衣女人能和千仪在力量上不相上下，也就解释得通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她本身的力量，而是源自鬼物本身的力量。对了，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发现。张默从地上采了一些尖尖的类似头发一样的草叶子，把它们放在了娃娃的头上。如果把这些草想象成黑色的头发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娃娃其实长得很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红衣女人？张默的话听得我们都是一惊，但仔细一看，那娃娃却还真是这样。瘦瘦的身体，略微有些尖锐的下巴，还有那对空洞无声的眼睛。林千怡非常认同地说：真的很像，在一些细节上都是。你看她嘴巴左侧的黑痣，刚才的女人身上也有。三胖咽了咽口水说：这只是巧合吧？张默最后说道：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啊，但眼下这却是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那个穿着红色风衣的女人，恐怕就是某种鬼物附体在了娃娃身上之后变成的。那个红衣女人是鬼物附在娃娃身上变化出来的。张默这句话一出口，众人便感觉周围的气温猛地下降了好几度。附身之后把一个娃娃变成真人，鬼物真的有这种能力吗？三胖问道。老实说呀，至少我在龙虎山的时候从未听说过有这种鬼物，不过至少目前为止，我的这个推测恐怕是最可信的了。而且虽然龙虎山也从没有听过有这种鬼物存在，但我们749局干的活不就是专门处理这种前人从未见过闻所未闻的神秘事件吗？经张默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林千怡难得的点头赞同道：张默说的对呀，在我们的工作中，过去经历过的不符合逻辑闻所未闻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说不定我们这次遇到的就是一个拥有前人从未见过的能力的鬼物。如果真的是鬼物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调查呢？张主任，你有头绪没？三胖问道。这个张默正在沉吟的时候，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串项链，似乎与红衣女人之间也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虽然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我记得在红衣女人突然选择逃跑之前，她的眼睛的确是在这条项链上停留了几秒钟，而她的突然出现也正好是在我无意中从口袋里拿出了这串项链之后。在红衣女人出现和消失的时机里，几乎都有这条项链的影子，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原因。而且我记得张默就曾经对我说过，这条项链可能是属于一个冤魂的遗物。既然他已经怀疑刚才袭击我们的红衣女人是鬼物附身变成的，那这个附身在娃娃身上的鬼物会不会就是这条项链的前任主人呢？于是我没有犹豫，立刻便把刚才想到的事情告诉了张默。他听了之后说道：的确有可能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刚才红衣女人的突然出现可能就是被这个项链吸引出来的缘故啊。三胖吓了一跳，和我们拉开了一段距离，说：张子仁，你别吓我啊，照你这么说，那红衣女人岂不是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啊？林姐现在受了伤，她真的出来了，谁能治得了她呀？的确，刚才张默说过，附体之后的鬼物一般的道家咒语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刚才在那个红衣女人面前，张默施展的道家咒语就完全失灵了。要不是可能因为我手上项链的原因，让红衣女人突然退去，说不定刚才林千怡和我们几个就已经遭到了他的毒手。不用担心，张默把项链要了过来，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张黄色的符纸和一根银针。他用符纸将项链包好，又用银针在手指上刺了一个小洞，挤出血珠，在符纸上画了一个鬼画符，随后才又交给了我，让我找个塑料袋把项链收好。刚才我已经用特殊的封魔符箓封住了这项链上的怨气，如果他和那个红衣女人真的有关系的话，只要符箓不破，红衣女人就不会感应到项链的存在。见我把项链收好之后，张默继续说：至于说接下来怎么调查，我打算晚上就用这条项链进行一下招魂之术，到时候我会事先布置下专门用于驱逐鬼物附体的破魔大阵，只要那个红衣女人再次出现，这一次我一定能把她打回原形。只要她现出了真身，我就不相信我龙虎山的法门会制服不了一个鬼物。虽然我们对张默信心满满的话还有一些怀疑，但眼下呢，这却是唯一可行的法子了。因此林千怡思量了一番后，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不过张默的招魂之术现在还不能立刻施展，因为依照张默所说，用项链进行招魂之术时，最好是在午夜时分，那时候阴气最重，招魂之术的效果最好。于是接下来林千怡便提议我们回警局一趟，虽说已经能够肯定红衣女人的真实身份多半就是被鬼物附体的娃娃，可是我们手上找到的这一缕红色女人的头发却还是有让警察鉴定一下的价值。毕竟在事件最终得到解决之前，谁也不会嫌弃手里的线索太多。而且张默的推测终归还只是推测而已，在他的推测得到证实之前，我们依然不能排除红衣女人其实是一名能力者的可能性。在当地警局，不出意外的，张队长对我们在公园里的遭遇大惊失色，同时又有些惋惜，只恨自己当时竟然不在场，没有亲眼见到那个半人半鬼的女人。我们一边把目前为止得出的结论告诉了他，一边把林千怡搜集到的那一缕头发交到了他的手里，希望能让当地警察调查一下这缕头发的 DNA。 如果能有所发现的话，说不定就能揭开红衣女人真正的身份之谜。张队长小心翼翼地把这缕头发收好，对我们保证最迟明天下午一定就能得到鉴定结果。随后他又对我们晚上的招魂仪式表达了关切，希望自己能有幸亲眼见识一下。对于他的请求呢，张默只是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张队长能替他安排一个阴气重又偏僻安全的场所，他需要借用一下，作为进行招魂仪式的施法场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